可以开始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哭哭聊，我是今天的 MC 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MC 拉姆。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姐妹花妮妮和灰灰，欢迎，欢迎，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哎，我替观众问一句啊，你们两个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啊？你们先猜一下。你猜？你猜？我知道啊，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那你说啊？那你说？好吧，据我所知哈，妮妮是姐姐，然后这个灰灰是妹妹，对。但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双胞胎。哦，我一开始也以为，因为你们长得好像，真的很像，真的好像。线下看也觉得像吗？线下也是像的，像，你们都是。我们俩自己觉得长得一点都不像，我们俩从小到大觉得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可能不熟悉你们的人可能会觉得长得像，你们自己比较了解自己的特质，会觉得有一点差异。从小看到大。那你们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我是还没毕业嘛，就上课，然后平时也会，因为我的兴趣爱好就是拍照、跳舞这些，就是没课的时候我就拍照、跳舞。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喜欢宅在家里。妮妮呢？忙工作，因为我刚毕业。道出了一个牛马人的心声。对，这样感觉每天都有拍不完的视频跟忙不完的工作。哎，那灰灰今年大4，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快要毕业，然后准备毕业设计之类的了？对。哎，那压力会不会比较大？有，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的比较通俗，就是毕业即失业。就确实有面对这个的焦虑吧，然后也有自己想很多，也有问身边人的意见。就我也会问我姐说，你毕业的时候心态怎么样，怎么调整过来的？因为她刚毕业的时候也经历过焦虑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更多只能顺其自然吧。因为我感觉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去面对它嘛。哎，那好像那个拉姆和姐姐是同一年毕业的，对，我也是刚6月份刚毕业。对。那你们应该都是经历过那个毕业设计或者是的折磨。你忘了当时我写开题写成什么样？我的天哪！我们也是写毕业论文1万字呢，我写了1万字，对，差不多。所以你们就是在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其实超级焦虑，比较煎熬，比较焦虑。那我们焦灼。那我们今天就简单先聊一下我们学业上的一些焦虑的情况吧。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被 push 着前进，一直在上学啊。那我们可能从小学就会有一些比较焦虑的事情。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小时候要每天去上课，然后家庭作业可能每次都会比较焦虑，或者是面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试，月考啊。真的，尤其是当他要排名的时候，更是焦虑。然后，哎，我好像知道你们两个是学表演的，那可能和我们的教学方式不太一样，可能还有点差异。那你们平时焦虑的部分是什么呢？我感觉学表演的好像更加焦虑一点，因为他的焦虑比较多面化，你可能有身材、有容貌焦虑，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表演专业上的焦虑。因为我觉得学这一行的其实完全不缺就是样貌条件好的人，那你就要考虑到除了外形方面，你有哪些方面是跟别人不同的优点？就这个确实还在摸索，还在寻找自己不同点。这个我觉得是我学表演之后给我带来一个最大的就是焦虑的点，就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要寻找自己的特色。对，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我艺考的时候，其实我主攻的是表演，但是我最后学了播音。然后因为当时表演的那个成绩没有播音比较理想嘛，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就是当时一起玩的好的同学，他就是学上了表演嘛，就是他自己喜欢的。当时后来他就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说天呐，他说拉姆真的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因为我以前对自己的就是容貌焦虑很严重，然后他就说天呐，他说你才是他说我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我才发现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在的，你需要让大家有记忆点在。他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每天都在为这个事情焦虑，他说我也就是要去寻找自己的就是独特的一面。这个很重要。妮妮呢？
有没有什么学业上的焦虑之前经历过的，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我学表演的时候，我最焦虑的就是我的形体，特别哦，形焦虑，就体确实，每天压腿给老师压到哭的那种，就一边哭，然后一边压横叉，老痛苦了。然后就是每天在练功房里，就是自己在那练，因为我的形体肢体特别的不协调。然后当时因为你学表演的话，你声台形表都是需要怎么说呢？至少得拿过关，得出手吧，嗯对。嗯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的形体特别特别特别的差，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真的是当时特别焦虑，然后每天嗯就是不停的在练我的形体。是，嗯，哎，那我其实比较想问，就是即使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困难或者压力比嗯。较大或者比较焦虑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还是比较坚定的选择了去走表演这条路呢？就没有想到去转一些，比如说美术啊，这种可能对这些要求不那么高的。因为热爱，反正我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我还蛮喜欢表演的，就刚开哦，始学艺考的时候，就是为了喜欢可以克服掉这些压力。对，而且那个时候嗯心里就是卯着一股劲儿，就不会说对，因为我这个感觉这个稿件说的不好啊，或者是我这个舞跳不下来，我就算了吧，放弃吧。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来北京艺考的，就已经怎么说呢，有一种一条路走到黑的感觉。反正就这嗯，么着了，就来都来了，对，来来都来了，都来了。干就完了。对，我觉就是那得其实，种心态。对于高中时代的我们选择去学，不管是表演好，播音也好，就是选择走艺术的这条道路，我觉得，嗯，有好奇，我觉得是有好奇在的，想去探索，然后同时也有热爱在。我觉得嗯每一个就是最后去艺考的，就是同学们，就是我们的这些同学们，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从小对这方面都是有一点这种热爱，嗯，呀，就是其实喜欢的。和你们这些可能学艺术的同学不太一样，我就是一个纯文化生，然后我从嗯，小到大面临的最大的焦虑就是每次月考或者是一些重大的考试，然后他会给排名，然后这个排名如果你稍微退后了一点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感到焦虑，因为它是真哦，实的实打实的成绩，那个分数分数，就摆在你面前的。你这嗯次不如上一次好，或者是你这次退步很明显，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家长对对对，也能懂。但是可能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们学艺术的，可能你有些东西你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可能有嗯一点退步了。但是我们也要排名啊，啊，你们也有有我们也排名，会我们也有考试的。啊，对不起，我不太了解啊，我不太了解，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会面对这样子的比较焦虑。哦，嗯，我们当时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会不会有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人会选择去上课外补习班嘛。然后这些补习嗯，班可能就会给你无形当中造成压力，压力，因为有些人他去外面补习了，可能就是学到的知识就是比你多一点点。嗯。那我不知道你们作为艺术生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焦虑，就别人去上小课了，会不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些压力？我觉得艺术生的压力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从小就学舞蹈，或者他天生唱歌就是好听，所以这嗯，个是对我来说当时比较焦虑、有压力的。就是你已经起跑线的时候，你像我们都是高三学表演，差不多高二、高三开始学，但你有种人家在起跑线就已经赢了你的那种感觉，因为有的人可能从小就练舞，然后包括有那种真的就是天生唱歌就好听，对于我这嗯，嗯。种天生五音不全的人来说，就压力非常大，非常大。就是我在表演艺考的时候，我最害怕遇到那种舞蹈生，就是他是从小学舞蹈，然后他也兼顾表演，那他其实在形体和肢体表达方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优势，特别是线嗯，下考试，就他们会有一个即兴舞蹈嘛，嗯，然后他们就说来就能来，而且就是技巧什么的都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有的时候会一下子就是组织不了自己的行动。但是他们确实也是，从小一直这么练的嘛，就确嗯，实天赋在呢。这个东西只能说对我们自己就是内心造成一点压力和焦虑吧。嗯，嗯，我听起来有点感觉像别人家的孩子那种，就是嗯，感觉别人家的孩子总是会优秀的。比如说嗯，父母提到就说：“哎，那个谁谁谁怎么就是跳的那么好，怎么就是能考的那么好的成绩。”其实我们也是每次，嗯，家长口中都会说：“哎，某某某怎么又考了第一名，你能不能多跟他玩一玩，多跟他学习学习。”好像只有那个父母比较认可的同学，你跟他玩才是父母可以接受的，嗯。嗯。那些人。我还比较想问啊，就是你们两个作为姐妹花，可能无形当中也会被有所比较，可能也许是自己的比较，也可能是父母眼中的比较，也有可能是老师同学眼中的比较。那你们会不会感觉到
有所压力或者是有焦虑？比如说姐姐某些方面做的就是比我好一点，或者妹妹某些方面比我优秀一点，会不会心里有偷偷这种比较或者是带嗯，来的焦虑的结果？小的时候有吧，小的时候多一点，因为小的时候我俩，他就首先拿一个最明显，就是小的时候他特别白，他皮肤，然嗯，后我小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假小子，就是我头发是那种很短很短的，可能比小猴你的头发还要再短一点点。天呐，这么短，我难以对，想象。对，然后就是假小子，皮肤也很黑，然后以前就是，贪玩嘛，他们就会觉得女孩子应该是姐姐这样子的，就是淑女一点，然后皮肤白白净净的这一种，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印象说这个比较多。然后长大了之后，其实拿我俩就是外貌或者什么比较的就少一点了，可能现在我听到的比较多，拿我俩比较的是网友吧。就是网友嗯可能乍嗯一看到两个亲姐妹，就会无形中在对比，觉得哪个嗯更好一点。但是我嗯俩自己心里肯定是不会去对比的，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外人看不出你们俩的关系嘛，他们只是觉得刷到了个视频，两个都是女生，就对，会进行一个同性之间的比较。我们俩心里其实不会比较的，但根本不是嗯 care。确实听到一些评论也会挺反感的。因为有一嗯些人评论确实评论的特别那个什么，嗯，嗯，拉一但是我踩一。们我们家好像还好，我们就是我们家还好。家庭氛围还是挺好的，爸妈嗯，不会从小说啊，你看妹妹比你好，你看姐姐比你好，你就应该向她学习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个做的没有姐姐好啊？就我们家庭没有这种哦，比较的这那氛种氛围。围很棒，对对对。对对，嗯我身边就是我有一些堂哥，嗯，他们就是我们每次考试之前，因为我的堂哥刚好比我大3年，我中考的时候他哦，刚好高考，然后我小哦，学升初中的时候他刚好中考完，然后每次就是到这种大型考试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说：“你看你堂哥已经考到这个学校了，你是不是要向他好好学习？”就会无嗯形当中给嗯我带来很嗯，大压力，我就要拼命的学习啊，就是想要争一口气，就是这种感嗯，觉。明白。也是为自己争口气。对对对，那么嗯，你平时会有这种学业上的之前的学业上的这种焦虑吗？其实对于学业上的话，我一般从小都是我自己心里会去跟别人比较，就是呃，我可能有些时候，因为小时候成绩比较好嘛，然后后来的时候，初中进去可能刚开始进去有点浮躁，然后又加上刚刚住宿有点不习惯，然后那个刚开始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理想，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很丧，但是呢，我自己就会跟别人比较，我说我们两个是以同样的成绩考入了这个学校这个班，那凭什么进来之后我的成绩就要比你的不好？就是我自己会去比较，然后我就会去自己暗自较劲。你会哦，化那个焦虑为动力吗？嗯，如果是在我擅长的事情上面，我会；如果是我嗯，不擅长的话，我就会一直内耗。内耗，啊，内对，耗内耗。嗯，因为对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可能大家都会是比较有自信、嗯有对，信心，但如果不擅长的话，可能就是会觉得人家好像确实比我好。嗯。嗯因为我刷到就是灰灰和妮妮他们的账号了，我觉得两个都是非常嗯。优秀的女生。那我就比较好奇，你们父母在从小教育你们的时候，更加偏向于鼓励式的教育，或者还是批评式、挫折式的教打育呢？压式的。对，他们有发生一个转变，我觉得小哦，有的时候，转变，我觉得是比较中式教育的，就嗯，是鼓励比较少，基对，本上也是那种拿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子。因嗯为小的时候父母比较看重你的文化成绩，但是确实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数学不好或者英语不好，他们就会嗯，以那个为就是评判标准来定义你，就觉得你是不是没认真，上课是不是偷懒。但是我觉得是从我学了艺术之后，我爸妈他们是逐渐可能思想更开明一些，他们嗯，就有改变一些，就是现在可能是更偏一个鼓励式教学。嗯，确实。对。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俩可能找到了自己比较擅长，擅长的事情，嗯对，因为确实从小说实话不是一个那种班里的一直文化那种尖子生，然后嗯学了表演之后，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争气的，就是多嗯少，然后爸妈可能也是看到你们俩的一些成绩啊，或者是觉得你俩也很努力，所以现嗯。在我爸妈还是比较偏向于鼓励式，嗯。嗯那你们的心态上有发生什么变化吗？可能以前走文化的时候，父母不是那么鼓励的教育，你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现在就是父母对你们鼓励或者是，期待比较多的时候，你们的心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
多了父母的支持，肯定是学起来更轻松。就是因为如果说身边的人都不支持或者不认可的话，感觉你就是双重压力在进行这件事情。因为学表演是我们俩自己选的，然后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已经在兴趣这方面可能已经占了很多动力了，然后再加上父母现在可能就比较鼓励啊，比较支持我们。就比如说，我姐姐她来北京学，父母就是支持嘛，就全力支持。然后再包括我艺考啊什么的，就是他们都是虽然可能懂这方面的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就是会告诉你，觉得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做，就需要什么我们提供帮助的，我们就会给你提供帮助，这样子。对。阿姆，你从小接受的那个教育的方式偏向于哪一种呢？是鼓励的比较多，还是就是正常，还是那种批评打压式的比较多呢？我可能是散养式。散养式。对，就是如果要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可能就是我爸爸对我就是比较严格，就是他会很凶，就是那种中式家长的感觉。但其实他也不会过多的去管教我，因为他们时常不待在我的身边，其实很多都是需要我自己去摸索怎么样的。但是他一回来一在家的话，他就是那种比较，其实有一点古板，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会从小就挺怕他的。我从小的接受的教育方式，可能和你们也都不太一样。我可能也是很少受到那个鼓鼓励励一样，嗯对。然后，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比如说他们经常，比如说批评也好，或者是一些教育也好，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会让我觉得我不够自信。我觉得这是批评式教育带来的一些结果。然后后来之后也是有所变化，就是，我也自己意识到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可能是不对的，然后我就和我的父母他们说，我说你们可能需要多给我一些鼓励，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也是需要鼓励的。我那个时候就你好勇敢啊。对，对，你然后会跟爸妈提出来。对，然后后来他们就是觉得，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人，然后他们后来会觉得你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之前可能会觉得就不错，就也不会夸你，但后来你做了一件不错的事情，他就会夸我，然后也慢慢的培养了我的一些自信心。我觉得这是鼓励式教育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它可以让人变得更加自信。但是批评式教育，它也不是说它完全不好，它可能会让你更独立，就是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这样子等等。那就是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的学习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子，父母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专业完全颠覆了父母的一些认知和了解，可能就是属于我们自己才能知道的。那你们学了你们自己的专业之后，会有什么压力吗？排练、排作业。我觉得还有一排作业。还有一个是社交。你上了大学之后，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轻松了，就是顾虑的要更多一些了，就要多面临一个焦虑了。因为我不知道小侯老师是不是就是 I 人，他其实是独处来吸取能量的，但是你上了大学，包括你跟同学排练，其实你不太会说给你一个独立的空间，让你自己去独处消化那个情绪。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上了大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焦虑的一个课题。处理好一些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那我问一个就是致命的话题啊，你们在大学里真的学到东西了吗？当然，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真的觉得学了很多，可能还是比较陈旧的知识，可能真正在我读研或者是以后找工作当方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我会产生这样子一个方面的教育，就是现在的教育知识体系，高等教育知识体系啊，它是否适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或者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所以我刚刚产生了一个这么大胆的疑问，就比如说你们学的表演，你们觉得它是偏理论比较多，还是偏实际比较多呢？实际吧，我觉得表演肯定是偏实际比较多。表演主要就是演，演就是行动，你就得行动起来，所以还是实际比较多。然后肯定是能学到东西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不断的排练，不断的表演，
然后再听取老师们的意见，然后再不断的做出改变，就是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肯定是能日对对对，积月累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就是在某社交平台上评论的说，到底学方程式有什么用啊？你去菜市场买菜真的会用到方程式吗？你会需要解方程式吗？其实是的，有时候我能产生一些共鸣，但嗯确实一些知识的学习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可嗯能很多专业啊，它学习的一些内容就是比较空的一些知识，可能就是学一些理论体很系之类。理论，嗯对，它可能真正的应用的场合没有那么多。就是被网友们戏称为万金油专业嘛，就是好像学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好像又而且没什么真的大用，对，感好像又没有觉，什么大用。对，嗯，其实我从我大学期间学到的，我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特别焦虑，因为我觉得我大学4年就是感啥也觉自己没学会，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啊，怎么感觉什么你没学到啥？对，好像和我高中相比起来也没有进步特别大吧，当时就让我嗯。感觉确实还蛮焦虑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你不只有学习了呀，你高考嗯之前你全心全意你都得放在学习上面，因为你要高考，你要考大学。但是你进入大学之后，你要学习吧，然后你要社交吧，然后你要可能找个兼职什么样的，你要去学会自己慢慢的面对生活了嘛。就是可嗯嗯嗯。能在抛去学习之外的东西，可能学到的会更多。对，除嗯了自己这方面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他可能也不太在乎我嗯，教你真正能把你教会什么东西，他可能也只是照本宣科的在讲 讲就完了。PPT，或者是嗯完成自己的一些教学内容，可能嗯就是这样。嗯对，嗯，妮妮不是已经毕业了嘛？那对。你现在就是觉得你毕业之后，会有一些就业上的压力吗？其实我在大三的时候就业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大四其实是实习，嗯相当嗯于你已经不在学校了，就嗯是半毕业状态吧。嗯所以我大三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焦虑，我焦虑到是那种整晚睡不着觉的那种。嗯而且尤其是学表演，就你感觉你的路子特别窄，你就想毕业我难道只能去当演员吗？或者说我就必须得当演员吗？所以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就嗯是我不去想这件事儿，我找别的事儿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从毕业之后，我立马就很快速的找到了我自己还比较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算是一个，我觉得应该算全职博主吧。自媒体嗯博主，对，嗯算全嗯职自媒体博主，而且我本身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件事情的，而且嗯它能让我看到有上升的空间，就是不是说你只是怎么说呢？虚无缥缈的幻想。对，就来的比较实际，而且你的每一嗯条数据，或者说你每一个你的那个数据的好坏呀，然后就是你能实时的看到反馈，就我这嗯一条数据就是很好，这条大家就很喜欢，我就会很开心，我的那个成就感会非常非常的大。嗯所以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算幸运吧，但是我也是有过那个非常焦虑的那个阶段，但可能是在毕业前的那一年。对，嗯确实学表演，其实他的那个不是以大四啊正式踏出校园才开始焦虑，他其实是在大二大三，我觉得就已经开始有一个焦虑了，因为我们是大二就可以外出拍戏了。就是有一个最让我焦虑的点，就是你能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身边的一些认识的、熟知的朋友开始拍戏了，然后呢，可能也被大家所认识、所受喜欢度也挺高的，这个时候你是最焦虑的。你就有一种跟你同一起跑线的人已嗯经遥遥领先了，你只能看到人嗯家的背影了。就这个时候会比较产生的内耗比较多。嗯也是无形当中被比对，较了。嗯，对，确实。阿嗯姆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大四没有课了，所以我们嗯，其实相当于大三就要去面临着就是就业的就业，这个困境。然后当时我其实也是处于这个，就是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们学校学的是电竞解说，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很擅长这个。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要去继续做这个吗？我说或许我再去探索一下我自己其他的可能性呢。然后当时大二那个暑假我就开始在那个 APP 上找，嗯我说找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就是台前的工作，哦，对。嗯然后我当时就找，然后其实我很焦虑，但是同时我也告诉自己，因为也才大二嘛，就是还有1年的时间，我告诉自己不要着急，然后我先去找一个事情做，对吧？咱们
得保证先有事情做，然后做了之后，你可以慢慢的去想一下自己到底要去做什么。所以当下就是我就当时去试了一下模特，哦，我也试过，也是一个契机嘛，对。然后当我有投过时就去尝试了一下。我其实本身啊，对于这个压力的来源，可能之前还没有那么清晰。我是因为一个我的好朋友，他今年刚从南京大学毕业，而且是研究生毕业嘛。他现在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他可能最近每天晚上可能要12点左右才能从公司下班，然后每天早上9点钟又要到公司去，而且他的收入可能和他这些年所付出的这么多努力不太成没正有那么比匹配。我觉得这是当下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难受的一个原因和一个点。对，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现在都有这种困境，就是好像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跟自己得到的回报，并不太能成正比。我最近就是老是刷到一个抖音的帖子，上面说，我一定不能退休，不然对不起我是12年的寒窗苦读。就是退学了吗？都就是因为研究生其实有的时候组也是比较 push 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痛苦，但是就是为了说服自己嘛，就是说自己已经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这么轻易的说放弃。那你是怎么说服自己的？你们知道他平时下班回来，我回来了，就是处于一个这种感觉耗干的这种状态。那你是怎么说服自己继续去读这个，继续进行这个进修？我就是说，已经寒窗苦读了这么多年，已经努力了这么多年，不能半途而废，对，不能轻易放弃。确实，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毅力。对。然后我还有一些大学同学哦，他们可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然后他们可能考研究生也考了好几年，一直没有考上，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去找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提升自我，想要去考研，提升自己的学历。另一个方面就是找工作确实还蛮难的，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更难，更别说自己满意的了。所以可能很多，虽然现在大学和研究生普及率变高了，但是可能很多人反而会因为这个束缚而不愿意找一些更加普通或者是平凡的工作。是的。你们会觉得这个脱不下孔乙己长衫的问题来源在哪里？来源于他人的眼光吧，我觉得。他人的眼光就是别人的评价嘛，其实对，还是在别人可能觉得你一个研究生毕业的，你居然去做了一个滴滴司机，对，就会有这种评价在。不光是自己父母的评价，他们可能觉得，哎，已经培养你这么多年了，你就做一个就是啥事我都能干的这样的这个活。另一个方面可能就是社会的一些评价和影响，当然还有可能自己是心里过不去，不平衡。对对对，确实。而且我觉得很大一个现在焦虑的来源于自媒体。就是我在小红书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年纪很小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好成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压力。我说我明明跟他一样大，为什么我比人家落后这么多？可能比如说人家20岁就已经年薪100万这样的，我说天哪，我跟人家到底是差了什么？我比人家少了哪个器官吗？你比他多了5岁。谢谢你提醒了我。对，你们有没有关于就是比如说刷到一些自媒体，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很大的焦虑啊？当然有，每天都有，真的每天都会就有。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接收信息太快了，就你每天你只要上网，随便一刷就能刷到，哇塞，比你年轻，然后还长得比你漂亮，然后还比你努力，你就想我怎么不能再努力一点？不行，我得再拼一点，你就会有这种想法，你就压力更大，然后更焦虑。对对对，太多了。尤其是刷到那种很全能的，就是你看他这个视频在这样，你点击主意一看，他怎么什么都会呀？哇塞，就真的会有很大的那个焦虑，好像我什么都比不上他了，我会的他都会，我不会的他也会，真的很多这样的人。那我想问一下灰灰，你就是打算毕业之后直接去工作吗？还是打算去升学？我应该是，其实我现在也有就是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就是也是把自己的一点课外兴趣，可不可以就是发展成未来的职业这样子，就是我有把它算进我的规划里的一步这样子，然后主要还是得实施吧，还是得靠行动，就是一步一步来吧，我觉得这个确实
我有的时候焦虑的太多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其实焦虑都是空想，你还得靠一些实际性的行动去解决你的焦虑。我是比较觉得焦虑可以化为动力的。嗯，嗯然后我还就是还有朋友，就是因为现在他很多朋友的。对，因为他是中间有 gap 过1年，就是研究生哦不是3年嘛，嗯然后他读了4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当时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不知道他自己之后想要干什么，然后他就自己休学了1年去创业。然后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因为其实现在对于社会来说，好像 gap 就是一个死对，就是好像人就不应该休息，不应该中途去嗯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觉得可能有时候遇到一些迷茫或者是一些焦虑的时候，不如放下这个脚步，对，去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个朋友这个决定做得很酷，因为我觉得说 gap 就 gap，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需要把就是手头的工作、学习什么都放下，然后去 gap 1年，其实很难做到。因为我有一个就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之前大3的时候他在考公，然后但是可能结果没有那么理想。然后后面呢，他现在又在考研，但是呢，可能也没有那么顺利。然后他前段时间就给我打电话，就是泪流满面，4行泪齐刷刷的流，然后就跟我讲，然后他就现在就是有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他是觉得自己已经学了这么久了，就是父母也已经就是支持了很久。你说如果要去留学的话，时间、金钱、精力都是很大一部分的付出和支出，然后他就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他很怕自己就是考不上，他就问我要不要 gap 1年。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看你自己的内心吧，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今年这个你觉得你可能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然后去留学，或者说是你可能还没有学到说100%有信心我能去考上，那你就 gap 1年。我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做得很酷。我觉得 gap 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他羞耻或者是他不好的来源，可能还会来自于，比如说你找工作的时候 HR 会问你为什么，你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你做出一个适当的停留、适当的休息。当时我朋友就是在纠结要不要 gap，就是跟我谈到这个，说那如果我 gap 了，我去做什么呢？这1年，如果我要找个班上，我要该上什么班呢？他说那我要去哪个城市 gap 呢？就是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那天晚上就是畅聊，就是深刻、很直观的感受到了他的焦虑。我觉得成年人就是要对自己做的每个决定负责任，是这样的。而且说不定一个决定会改变你的一生，真的是可能的。我也很信这个。因为现在妮妮不是已经在做自媒体的工作了吗？那你觉得，你之前所学的这些表演和这个自媒体的工作，它的关联性大吗？你会不会觉得，哎，我之前做的那么多努力都白费了？好像我本来就长这样，我好像本来就可以用脸做好这个事情。我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好像它的价值在哪里呢？你会产生这种认同感空缺的时候吗？其实不会，不会。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并不是说你只靠脸就行的，你包括说，可能你看到的我一条爆款的颜值视频背后，大家觉得，哎，你不就长得好看吗？你就露个脸就好了嘛。但其实，你想啊，你背后你的妆发、你的拍摄、你的剪辑、你的素材等等等等，这一系列要付出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而且包括你可能大家看到的一些颜值视频的背后，你就像我前2天出去外拍嘛，拍那个秋天北京特别火那个枫叶，就早上8度，然后我就穿着一个吊带裙加一个那种开衫，就这么2件，你就8度拍了3个小时。那大家就觉得你这条视频很好看啊，确实，可是你背后的努力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但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我觉得这是你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干的事情。但对于大学跟自媒体有没有什么关联来说，说实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大。他可能会就比如说你在大学里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他可能磨练了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之前练早功，或者是要压腿啊这种，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你的一些信念啊，或者是能让你更加坚持的做一些事情。对，会的，我觉得。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你们学表演的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写作课，或者是有没有剧本课之类的，也会给你写脚本有一些灵感。对，有。
我是觉得这个表演跟自媒体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关联的，因为我觉得学表演啊，你就是重要的也是你在学表演的过程中获得的成长和收获。它不可能，它不仅限于你在舞台上的展示，还有就是你在学习中，你的毅力啊，还有你的意志力啊，就是行动力，其实都会变强。那这个的话，就是带到你其他任何职业工作，其实都是有帮助的。确实。就是我们学习的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更多培养的是自己的一些信念和能力。对。哎，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不是算是全职在做自媒体博主嘛？但就是会不会遇到说，当你这条数据爆了，然后或者说你这一段时间的数据很好，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是好的，吃嘛嘛香。但是当出现连续2条或者3条数据不好，你会不会陷入自我怀疑？就是说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就是拍的不好吗？还是说这个视频剪的不好吗？你会陷入这样的自我怀疑吗？还是说这是正常的？我不会咋想，我会去做。就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我可能1周7天，我有5天我都在拍，就通过量来积累吧，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产出。对，产出主要靠量。因为我觉得你去想，我这条数据不好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你不如去做。就你先动，然后你先做起来，你才能知道一个这样的反馈嘛，或者说观众可能会更喜欢你哪一面这样子。我觉得说的很棒，因为我就是属于一个数据不好，我就会蔫儿，我就会蔫儿在那儿，我就会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了。这种我是一个很需要鼓励的，就是当不管说是不管说是身边的朋友，或者说是数据给予我的一些好的反馈。哇，我就会干劲满满，我干什么我都特别有劲儿。但一旦出现一些就是不好的这种负面的，我就会很蔫儿整个人。但我觉得从倪妮身上学到了，首先得去做，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做自媒体执行力很重要。对，说来也巧，我们4个好像都有在从事自媒体相关的工作。对，那我其实还想问，大家小时候的梦想都是想成为一个自媒体工作者吗？你们小时候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我小时候其实想过当舞蹈老师，就小的时候是我喜欢干嘛，我说我以后就要当这方面的老师。我小时候喜欢跳舞，我就有想过以后当舞蹈老师，我就教别人跳舞，我觉得至少我是开心的吧，应该。后面我就觉得还是要考虑很多现实因素的。确实。妮妮呢？我小时候特别想当一个模特，就那种走 T 台的那种模特，感觉非常的飒，然后非常的好看美丽，就在那个台上。但是现实就是我也投过一些，就最开始焦虑的时候，我也有投那种面试的视频给一些平面模特公司，就也有，但是吧，没有那种我特别想去的。然后最后就是还是觉得自媒体比较适合我，而且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职业，并且它也确实给了我一些正反馈，让我很有动力。那姆呢？我这想法有点大胆。你小时候想当宇航员？不是，冒险家。想当一个歌手。这是可以说的吗？但是我小时候很敢想，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志向比较远大。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然后呢，那老师就说你唱歌好听好听。百灵鸟啊，对，我是班里的百灵鸟。我说好听的话，因为当时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不多，因为小的时候可能手机就是没有办法玩手机，对，我可能就是看电视。然后呢，也是受我奶奶的这种影响吧。我奶奶每天晚上7点钟，她会准时收看中央15台音乐频道。就每天晚上会有一个精彩音乐会，然后真的深刻记忆，每天晚上都会放。然后我就每天坐在，因为他要看我总不能说奶奶我不看这个，我就跟着奶奶看，然后算是耳濡目染吧。然后就是每天听，然后就导致很多。我小时候记歌词能力巨强，我这一整首歌我就全部记下来背下来那种。然后当时就说我说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在那个绚丽的舞台上面拿着话筒唱歌，我觉得很酷。那你唱歌应该很好听。他唱歌确实很好听。你好谦虚啊！过度的谦虚就是骄傲了啊！很羡慕唱歌好听的人，天生。你们可以猜一下，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什么？我觉得比较难猜到。宇航员？不是，我想当科学家。不是，我小时候想当一个画家。哇！对，我其实很奇怪，我当时小时候为什么有那个想法？
因为我可能小时候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画画，然后我就觉得天真的以为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不知道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我与这条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了一个现在不知道能干什么行业的一个地步，就是干不了画家，就是没有接过任何系统性的培训。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所干的事情，可能和曾经理想的职业大相径庭。那我觉得是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选择的路的方式有所改变，或者是被一些外界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你上学，你的父母就是不希望你走艺术，或者是就希望你走文化等等。确实。然后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特别火的词条叫“00后整顿职场”，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类似的视频？有啊有，那你分享一个吧。就是具体哪个视频我忘了，但是我有印象，就是有 OK 一段时间是很火的。嗯那我当时我记得我看一个综艺里面就有体现，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喜剧综艺叫《喜人奇妙夜》。啊，然后我已经追了，它现在第4季了，我也就是每一期不落的看。然后它里面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喜剧演员在演嘛，然后他们演那些作品，然后当时就有体现出00后整顿职场，就类似于这样子的。我刷段子比较多，就有些人把当代00后的工作的一些状态就拍成段子，可能夸大了，搞笑版的，对，就是说不干就不干了，说下班就下班，1分钟对也不加班那种，对，就是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我也没有体验过那种就是职场生活，对职场的生活，可能还是比较就刷刷段子乐一乐吧，我对觉得。而且放到生活中，如果换作是你的话，你真的会，你不会敢吗？不会其实我觉得不会很少有人会做到吧。对，这就是因为我想工作是说的。很不容易找到的，现实你就是比较说窝囊。对，是这样子。牛马打工，可能大家在网上看到的段子就觉得，哎，00后好像站起来了，可以整顿职场了，面对老板或者是面对哎，这可以当成一种期许。对对不爽就可以直接的表达出来，但现实其实还不是这样子。是的面对一些压力也好，或者是老板的一些质问也好，还是会委曲求全。嗯对，我有一个朋友，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在银行上班，他每天就跟我说他过得好苦，每天要背很多锅，有可能是同事甩过来的锅，有可能是领导让他背的锅，就是每天要么就是在背锅当中，要么就是在犯错当中，要么就是在挨骂当中，反正是没有整顿职场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整个就业群体当中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嘛，确实，因为我们年轻，可能是刚步入职场，可能社对会经历和阅历没有他们那么丰富，对，是的是我们的的话语权也还没有掌握到我们手里。等我是的们，再过慢10年20年，对沉淀沉淀一下，我们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整顿一下那时候职场，那个时候可能是20后后的天下整顿职了场了，对，那就是我们00后整顿了呀，整顿20后，迟到20年的整顿。是的，我们其实都有在做自媒体嘛，我们可以就自媒体工作者的一些创作者的角度来分享一些这些想法。比如说刚刚拉姆提到的数据焦虑，那你们觉得灵感枯竭。对数据焦虑它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呢？受观众喜爱度。它是影响我们会对，就现实一点，我觉得影响收入。哦，是吧？对因为你数据好，可能得到的机会会更多一点，被大家看见的概率会大一点。如果说数据不好了，你可能会焦虑，就会因为如果说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你就是靠自媒体收入的呀，对吧？你数据不好了，那你会想，那我靠什么收入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下个月活不活了？就是对这样子。对。其实流量起伏给自媒体创作者对带来其实很大的压力，因为流量起伏也代表着你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是波动的。对，它可能不像传统的工作一样，可能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每个月就到账了，银行卡工资就打来了。自媒体的收入就是根据你的流量和你的内容优质程度直接挂钩的。而且如果说数据不好的话，你也会去反思，我这条是不是这个创作能力不够呢？是不是大家不喜欢看这样子的？而且它还分淡旺季，旺季的时候单子就多一点。对，是。冬天好像稍微的没有夏季那么多，有点萧条了，甚至没有，有一点点萧条了啊。自媒体它受关注的程度，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创作者内容优质程度来决定的，也就是你自身的竞争力。对，你的内容独一份儿，你就是最好的，那你肯定是有受众的，你就是会得到大家喜欢的。好想成为一个就是灵感不断的那种
哎，那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在面对流量起伏或者是产生焦虑的时候，有什么解决的一些办法吗？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流量都不太好，都是比较低迷，那你们是如何说服自己去继续，对，去解决这个事情呢？拍，不停的拍，我就哦是你一疯狂的点都不会跟影响情绪和状态吗？不影响我情绪，也不影响我状态。我只是会想的是，我再去跟别的摄影师合作一下，或者说再跟不多同的摄影师拍一尝试一点不同的风格，竖屏啊、横屏啊，或者是用相机啊，还是用富士啊，还是用 DV 啊，就是去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看你可能哪一条素材好的，那我就坚持这个风格，我再多拍几条。如果不行了呢，我就换一条，我就会这样想。我觉得妮妮有个非常好的点，她就是不会否定自己，确实，她会一直比较肯定自己。我现在是的，而且感觉情绪很稳定哎。对我非常稳定，就是因为我觉得否定自己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就是还是先自己多鼓励自己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灰灰呢？我的话，我是会内耗一点点的，可能会消极一段时间，但是我消极的这段时间就是不断调整自己心态。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很多问题就是来源于你心态不够好，你情绪不稳定。那我可能就是从根本把自己这个心态去调整一下，我就更加的有动力。那我有动力了之后，我干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一些呢。拉姆呢？我就是属于那种会低迷的呀。哦，你就是对啊，持续低迷。对啊，我前几天就是啊，我前几天我家门都没出过。哦，就是因为最近流量不好，所以对啊产生了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对甚至都不想出家门了。对，然后就是我就会一直待在家里，甚至都就是不到晚上完全天黑了我都不开灯。我甚至连房间都不会出，我就一直躺在床上不吃。然后就是这么夸陷入张在那里，然后我不想去看手机，我就会放一个剧，就在那儿放着。哦，那其实是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哎，就是对啊流量越不好，你又懒得去拍，那它可能就是内容又不能及时得到更新，会不会？不是，我觉得是流量不好了，它会影响我就是下一个想拍的东西。哦，会影响你下一次拍摄的状态。对，哦，所以我一般的话就是属于会先低迷几天，但是我是一个会调整自己状态，但是我需要几天去调整，是这样子。我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啊，因为我做自媒体可能也比较久了，大概有3年多了，那我会遇到创意枯竭的现象，我不知道发什么了，因为我已经发了400多条笔记了，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更新什么了。你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困扰？我现在真的是面对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焦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发一个风格、一个样子的。对，那粉丝大家会看倦，会看腻。这就是自媒体需要你去想的创新的地方。对，要不断的输出一些有意思、有创意的内容出来。我觉得是可以从自身找一些特点。就我们比如说，我刚开始可能是拍颜值比较多，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很多人看，哎，觉得你很瘦，或者觉得你上镜很好看，就会好奇你为什么这么瘦，你为什么上镜那么好看，就会好奇你的身材管理啊，或者说你的妆容啊。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从这些点切入。你比如说，我可能就可以发我的 vlog，就我一天吃什么，然后瘦子一天会吃些什么，然后瘦子会怎样做身材管理。然后妆容呢，我就会分享我的一些妆容的小技巧啊，或者说我自己爱用的一些彩妆啊。就我觉得你可以从自身就大家好奇你的点做切入，然后你去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就有可能就会有不错的反馈。那你就会不断的去，比如说从粉丝那里得到一些反馈，对不对？就敏感枯竭的时候，我就问一下粉丝，哎，你们想看我拍什么东西之类的，会是吗？会的。拉姆今晚就去群里发，再去问一下。反正我是会的，因为你发出来就是要给大家看的嘛，那大家可能好奇你什么点，那你就尝试一下。我其实最近是比较，因为我才刚做不久嘛，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很迫切的需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最近一直属于这个在思考，探索期。对，在思考。刚刚拉姆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就是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很多短视频也好，或者是笔记也好，它的同质化特别严重。比如说有了一个爆款，大家好像似乎都会去跟着这个爆款去模仿也好，或者是去拍同款也好，就好像网络上这些视频内容就是趋同化了。
所以可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对，那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或者是像刚刚拉姆说的找自己的风格这种？有，像我可能学过舞蹈嘛，然后现在其实抖音不是出了那种各种摇嘛，手势舞，各种手抖术，各种舞摇。对，我也会吸取就是大家的意见，就他们想看近期哪个比较火的手术舞，我就会去拍去学。然后，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手术吧，表现也差不多，然后呢，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感觉其实也差不多，拍多了其实也会害怕大家会不会看腻的。所以最近也有在就是尝试找到我的独特的点，就是可能并不是说跟着别人的火爆视频去仿拍，而是说根据自己的特点优点去找一个我的自媒体账号才能看到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就是挺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也还在摸索当中，因为我也是一个自媒体小白，嗯，对我也才做4、5个月，所以目前可能我觉得长期来说的话，如果你想主业是作为博主的话，你长期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很独特的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对，是的。你有你要什么要分有享的吗？就是我就是接着话说嘛，就是嗯我觉得你需要跟别人的账号有你自己独属于的东西，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粉丝只有在你这儿才能看到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才会留住。素。但这个过程好像很难找，对啊，所以还在这就是找焦虑的长点呢，对，这就是这个确实焦虑。好吧。焦啊！而且知道啊，你是青春博士，男博。我还有一个比较焦虑的点，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互联网它其实是吃一个青春饭，它就跟模特一样，可能只是吃一个青春饭，或者是他吃不了几年，因为他这里风口就这么多几年嘛。那我也会想，如果这几年过去了之后，如果全职做自媒体的话，会不会对我之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我该如何去打算我之后的生活？之后到底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想太早了，太早了，还早想着呢没有未雨绸缪啊！你是 P 人吧？我是他真人，哦，你是真人，好吧？但是我觉得想的太长远了，没有用。你像我现在做自媒体蛮好的，也是一个我挺喜欢的事情，那我干嘛要去想我5年、10年后我该干什么呢？就反而会影响你整个人的心态。我觉得你就因为你现在也没有说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是我能同时2手抓，因为我觉得能做好一件事情都非常不容易了。就自媒体这一件事情已经够我忙的了，我不可能说我再去准备一个副业或者是主业，所以我觉得先把这件事情做好，之后再说嘛，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我觉得你可能5年、10年之后，你的身份不同了，也许啊，你到时候结婚了，或者是有家庭了，那你的自媒体内容其实也可以改变一个方向，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机会呢。因为我觉得不同身份其实他做自媒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确实。所以我也觉得机会总有。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我其实和你们刚刚所提到的可能不太一样，我是比较焦虑的这一种类型，我可能会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给你安全感，对，给我一些安全感，我可能需要每个月银行卡里有稳定的到账收入，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会在于我能力的提升，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做自媒体来说，对于我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和成长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10年之后跟我做同一行业的人，他们在那个领域里面已经是属于大拿或者是精英了，他们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了。而我做了10年自媒体，我对于自媒体运营可能有一些经验，但是其他方面我可能就没有。但那个时候可能自媒体已经消失了，就不那么火爆了，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人关注了。所以我的焦虑来源会是这个，就可能如果我不在某一个行业里深耕的话，而且那个行业不那么稳定的话，我会非常焦虑。对，你需要一个长远的一个就是工作。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学的专业不同我觉得跟领域有关系。所以你们觉得就是人生反正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嘛，我们就享受当下，解决好当下的温饱，解决好当下的问题就 OK 了。其实，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2类人的不同的存在。其实互联网它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展示你真实生活的所有部分嘛，它肯定会有一些人设的部分在，因为你有了人设，大家才能会记住你，提到你才会想到你是什么样子。对，那你们觉得，这个人设对于你们的帮助更大一点，还是会限制你们更大一点？
就比如说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啊，很多人对我的评价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青春或者是比较阳光的人，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男孩。你是说外形吗？不论是外形还是性格，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对我的了解有一个限制，然后导致我自己而且我自己的内心我比较偏向于走那种狼性的那种风格的，但是他们都大说背头不适合我，并且我一发这种作品，它的流量都会很差，所以这种无意识当中也是限制了我整个人的状态。对，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这种人设的裹挟。应该多少会吧，但是我觉得，反正它肯定不会影响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我私底下我这个本人的状态。你比如说，网友可能就喜欢看你这一面，那我就展示这一面好了，我就会这样想。那你就把网友想看的那一面你展示，但是它不会说影响到，比如说我私底下，你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大背头，或者私底下就是比较酷啊那种，那我就还是保持我私下的状态。但是确实，因为你做自媒体没办法，你这个数据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所以你就可能还是得，很难讲，还是得顺应网友的那个有一种审美。说法说的就是，自媒体就是展示你的人设给观众看，就是演给观众看的。当然这个演是打双引号的了，就是让观众知道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就做这些事情给他们看就好了。那灰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我觉得，如果把自媒体当做是自己的工作，那你还是要适当的为工作去做一些妥协的。就比如说这个人设，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人设是大家对你的一个比较刻板的一个印象，但这个刻板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甜妹的形象，那大家看见甜美青春的东西，他就想到你，就想让你拍。那可能你去尝试一些御姐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适合你，你还是不要这样拍了。但我觉得也是说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吧，有好有坏。那会不会觉得比较割裂啊？就有时候自己互联网的人设和自己现实有点不太相符，会不会觉得处在这个困境当中会觉得有点割裂啊？会有吗？我还好吧，我也还好。我们就是你表里如一是吗？生活里也比较爱演。我觉得工作跟生活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但是我唯一的那种想法可能就是跟你一样，就是大家可能被我的外形所限制吧，算是，因为看到我的这个黑皮，然后看到我的可能整个人的长相或者怎么样，就觉得你是很帅，你很酷，那种怎么样，很拽，适合走那种拽一姐风。但其实有些时候我也会萌生出那种小女孩的想法，就有些时候我也想当一个甜甜的、可可爱爱的女孩，但是发现，可能有点结果不是很如意。对。但是可能我去尝试一些很酷的，他们也会说你不要这样，你好可怕，今天会这样，谁在你身上，快点下来。对，是这样，这是你的特色。聊到自媒体，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难以绕开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商业变现。因为说实话，做自媒体来说，本质上就是为了得到一份比较可观的收入嘛。那这个收入其实会与我们做内容有冲突。比如说你要发布一条内容，如果是广告的话，它有收入，但是它会影响你粉丝的观感。会不会因为自己要接广告和自己要输出内容产生过一些矛盾和焦虑？就我知道我自己为了生存，我肯定要接广告，但是为了流量，我可能为了粉丝的观感，我可能要妥协，要少接广告。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拉扯？我觉得可以中和一下。你比如说你植入广告的同时，你再加入一点利他性内容。就是你像我可能有一些广告，我植入广告的同时，我会加上我今天的一些饮食，或者说我今天干些什么，就是一些有趣的点，或者是一些能帮助到他人啊那种利他性内容加到你的广告里，可能会大家看上去就不会觉得你就是单纯的在发一个广告，你只是单纯的想赚钱而已。因为你毕竟你的本质是个博主，你还是要分享一些你的经验或者是能帮助到他人的内容嘛。我觉得可以稍微的结合一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是很有这个想法，但是很需要一些创作力。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是让你去拍一条广告，那我希望我自己的账号拍出来的广告是比较
具有独特性和创意性的，跟别人拍出来的广告是不一样的，就是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商业。我觉得，那首先你在挑选这个广告植入的时候，你要对它的质量啊各方面进行一个把关。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刷小红书这些就是种草类的 APP 也是为了种草嘛。那我们博主就是为了给别人种草嘛。那你只要是在推荐好的产品，大家喜欢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大家是爱看的。就是要不能冒着就是昧着良心，就是一些质量不达标的那种，当然不能接。就首先是要接一些优质的，对，确实，就是不是大家不爱看广告，是大家不爱看低质的广告。对，如果是真实的好用的，真心推荐的也是比较适合推荐的。是的，对，自媒体当然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它的收入是一个非常不稳定、非常有波动的时候。像我做自媒体这么多年以来，有时候遇到淡季，可能1个月1个商单也没有，或者是没有收入，那我就会特别特别内耗，特别特别焦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时刻？我可能目前还少，因为我就是确实也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个工作系统吧，所以这个接单我还小白。你有吗？我好像也是一半一半，我感觉。对，因为他确实算幸运的。因为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确实就数据虽然很好啊，但是是没有收入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博主的正轨，就只是单纯的在分享我的一些视频啊、美照啊什么的。然后从往正式的往博主这个职业转了之后，目前还挺可观的，所以可能这方面。对，我觉得我算幸运的，很感恩，比较顺哈，很感恩，真的好啊！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所以我就更不会放松，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自己没有抓住这份幸运。那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时刻，随时都绷着这根弦。对，所以我说就是每天就是干就完了，对，干就完了，就不想就我是那种，就哪怕休息，我不会休息超过2天。就我如果是1天2天没有工作或是没有东西要拍的话，我就会自己去找摄影师，我会主动去约人给我拍，或者说我们拍一些创作，拍一些视频，就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焦虑。就我觉得解决焦虑就是要去行动，不管做什么，先动。对，这个就是妮克服焦虑的方式，就是行动力嘛。对，确实。阿姆呢？我就是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现在基本上的可能收入情况都是自媒体带来的。那有些时候，因为我也刚刚开始做嘛，然后其实现在也对自己的就是风格定义还没有就是特别明确，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流量又不好，数据又不好，然后还没有上单，就是属于这样。3无时期。对，我会非常焦虑，因为一方面我自己还在付出和支出，所以就会很焦虑，就是很害怕后面就是没有那，因为有生活成本，所以就对于这份收入特别需要。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自己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要去承担的嘛，对，所以还是会很焦虑，特别焦虑。他可能和大学生活不一样，大学生可能很多时候父母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说给你生活费啊，对，然后他的消费水平也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学校里的吃饭啊，也不需要交太多。但是你真正就业之后，工作以后，你要租房子，方方面面对，你要需要用吃饭，你要交，而且博主你还得就是时刻的注意一下你的形象管理，对，你得一直买新衣服，买新的美妆，买新的护肤品，你得尝试。对，所以就是确实入不敷出，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压力。对，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我那段时间就是很丧了，我那段时间又关在屋子里，又关着不出门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我是属于我如果非常非常颓废、非常非常丧的话，我甚至连消息都不会回。就是我不想去面对这些东西，我觉得会消耗我的精力，然后我就会选择逃避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倪妮聊了之后，因为倪妮现在她也是全职自媒体博主嘛，对，然后我觉得今天有在她身上学到一些，就是确实我觉得得先去做。因为之前我也跟我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说好像大家对于我这个，因为我这个风格可能比较小众，然后可能不是那么受大众喜欢。我说那我
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啊？我到底适不适合呀？就是之前有聊过这个，但是我朋友也是跟我说，你别想那么多，你做就完了，你先拍，就是你先去产出有内容，你要先让大家看到你。所以我觉得执行力这块子是需要狠狠的进行一个改变。当然，自媒体可能它带来的一些正向的收益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影响也好，肯定是有的。当然，它会有一些很多额外的评价，比如说网上会有人对你褒贬不一，那这些贬的部分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心态啊？根本不 care， 我是那种完全不 care 的人。你好棒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天生，我觉得他们影响不到我，就我做我的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有人喜欢你，就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就把眼光放在喜欢你的这群人身上，因为你能收获到这么多的喜爱啊，跟粉丝跟关注，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就不要去关注那么三言两语的就是贬义。那慧呢？我之前会介意，我现在好很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长，需要一个一定的过程。我之前就是，如果说别人说我，你今天怎么看上去脸圆圆的，我就是也许我自己内心就会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要开始减肥，就下次见到我你就说不出圆这种话了。但其实只是人家客观的一种表达，而且你说我18、19岁的时候，确实那个青春期嘛，你的脸上也有婴儿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它会导致我整个人的一种焦虑。然后这个焦虑就会导致可能像拉姆说的不出门，那可能我也是那种就是一个人也不社交，然后也不爱自拍，就一旦有人说过直接放弃拍照，就不会自拍，我就会觉得怎么看就怎么圆，就这一种。但是我现在好很多了，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对自己如果足够自信的话，其实别人这些对我的一些外貌上的评价，我是左耳朵进我右耳朵出，除非说真的就是你今天这个妆造。就大家觉得可能不太适合你，给出你一个中肯的意见，我会去改。但如果他只是单纯不喜欢你来攻击你的话，我是能区分开来的。我就是选择听好的那一部分，然后再做出一些合适的改变吧。我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我之前是黄头发，然后我有一天突发奇想想染回黑头发，然后我染头发的时候我又突发奇想，我剪了一个齐刘海。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上我们的那个综艺的时候，我是卷头发，然后可能大家对我的初印象可能就是卷头发，感觉哎呀毛茸茸的、可可爱爱的那样子。然后我突然去弄成一个齐刘海，很齐，然后头发也是很直的那种，因为我自己想塑造一点这种高级感，但是好像有点失败了。那段时间就是我剪了这个刘海之后，我的数据一落千丈。就是真的毫不夸张，我天天跟他说，我说天呐，我说我能不能去把这个刘海接长，我去接发给他接长，我不要留了。然后那段时间也是，因为我以前其实收到的恶评比较少，就是剪了这个刘海之后，就是一直有人说，就是没有刘海就好了，哎呀那个刘海看着好别扭啊，然后就是说啊这个刘海封印了你的颜值或者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然后我那段时间照镜子，我就说。哎呀，这个刘海看到我真的是很心烦。然后每次我后面就是本来一开始是打算留一段时间，后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影响，我就打算不留了。包括现在此时此刻，我也是把它弄成了中分，我不要它挡住我的额头，因为他们说我额头露出来好看，就是还是会被影响。还是会在意。你们收过最恶的评价是什么？你有印象吗？最恶的评价在互联网上有啊。是吗？我当时我深刻的记得是我唱歌的那个号，然后当时发了一条唱歌的视频，然后那是我收到的第一条恶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有一个人他评论我，他说看到这个地狱牙齿就划走了，因为我的门牙不齐，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地狱牙齿就划走了。我当时截图分享给我的朋友，我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攻击我。当时其实还挺介意的，因为那是第一条恶评，其实很在意。我好像印象里没有没有收到恶评，也可能是我根本不在意。你好恶也可能是我自己脑子里自动过滤了，反正我现在想不起来。那还蛮棒的。我也没有收到过那种我觉得是很戳中我内心的恶评啊，就是一些我觉得
听听笑一笑的那一种，哦就说一些就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说的很离谱，然后包括我自己哦也觉得很离谱，就这种我一般就过滤笑一笑，对，就过滤掉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在意我牙齿这个点，所以当别人就是在意这种是的不太好听的话，然后这样讲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去更加的在意。你呢？我有一段时间收到过很多恶评，比真的假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我都已经忘记了，大概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格局啊，或者是比较小气啊之类的。那我会想，你他们这些应该知道啊说的人没有格局。 6月份啊，但是不重要了，我知道但是了不重要了。但是就是那段时间我会收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评论。那我也收到了。其实在那段时间之前，我收到的很少收到一些恶意的评价，但是那段时间我收到很多这样子的评价，但我会觉得不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他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我，他们没有了解到事情完整的全貌，就对我做出一些评价。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问题，我会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点。确实，当然了，就是别人的评价或者是网友的评价是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媒体博主在现实社会当中还是会受到一些评价。比如说大家提到医生或者律师，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比较受尊敬的一些职业，但是提到自媒体博主，好像就是网红啊，对，就是对，尤其是你在学校里面，有些老师对于网红他的偏见和滤镜是非常大的，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太喜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表达自己是自媒体创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被judge过、评价过？完全没有，我觉得都是工作而已，就不管是医生、律师，哪怕说演员、艺人，就包括博主，他都只是你的一份职业。我觉得职业没有所谓的高低啊什么的，你包括一些环卫工人啊，或者是司机啊，就是大家都是在很辛苦的赚着你的，就是为你的生活温饱而努力。就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丢人的。就如果会有人因为你是一个网红或者你是一个博主就去嘲讽你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没有格局。是啊，让你来做，你不一定能做对啊，这样的。对啊。慧慧呢？慧慧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自己首先没有这个，就是带这个有色眼光去看博主和网红，我觉得这不是贬义词。所以别人如果真的现在有个人来说你不就是个网红，我好开心啊！网红不就是有颜值，然后呢有流量吗？有粉丝。因为我自己很爱看，所以我看到我喜欢的，我会觉得很崇拜啊，很厉害，不会觉得带有色眼光看。是的。那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关于我的。来，我们学校里是有一个，就是研究生学生会在我们学校的走廊里放上自己的照片，然后放上你自己的专业和姓名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导师，带着另一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领导吧，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去参观我们的学校，然后就走到了那个留言板上，然后我的老师就介绍说：“哎，这个是侯守成，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网红哦。”然后那个老师脸刷一下就转过去就走掉了，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不屑吧，可能对于，所以可能这种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于不好的偏见嘛，对于网红不好的偏见，它确实是存在的。可能在我们这代年轻人心里当中，他可能无所谓，但是在一些传统行业里面，或者是一些年纪稍长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人群当中，它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对，那我们确实要面对这样子的评价和偏见。对，当然我们就是它的上升空间也还是比较有限，就是做这个就只能干这个，好像比较难转行。其实我觉得它都属于台前工作吧。我觉得，如果要转行，可能跨度不能很大，可能还是得跟媒体有关，媒体相关。对，自媒体工作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会因为自媒体带来许多的社交工作，比如说我在互联网上有好多互关的好友，他就会天天我又跟他互关了，我又跟他互关，然后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无形的社交，比如说你的互关好友，你是否要跟他进一步加深联系啊，是否要见面啊，成为自己的一些朋友啊等等，那也会给我们社交方面带来一些焦虑和压力。你们在社交方面目前遇到过一些什么问题吗？我好像没有哎。没有。我俩好像现在也不是那种爱，我感觉我俩都挺 I 的。
不太会去哦，刻意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其实，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有那种线下活动嘛，对有很多的博主都在，就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得努力的让自己活泼一点，跟人家就是稍微社交一下，这种就是会有一个压力在。首先，你跟人家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会非常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就这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了，因为你是一个不放松的状态。然后可能啊，如果说这个人给到我的一个回馈是，可能没搭理我的话，或者是你说了一个什么话，他的态度会让你觉得受到冷落吧，我会晚上回去我会内耗的。所以也正是因为我是一个内耗的性格，其实我就不太会去主动增加自己的社交了。我会觉得就是减少让自己内耗的可能性吧。而且我们 I 人嘛，其实对于社交本能上就是有一点点恐惧的。对，恐惧。E 人完全不恐惧吗？我其实是属于想的比较多的那种，就是我可能会担心，我如果话太多，不是，我担心的是比较现实的一点东西，就是其实我是单纯的喜欢你这个人，我觉得你性格很好，我跟你很聊得来，我去跟你社交，但是我很害怕他以为我是带着目的性去靠近他，我其实很在意这个，很担心这个。就是这算是我的社交带来的压力吧。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以真心对真心的人，就是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就会主动的去靠近你。但是我又很害怕你觉得我是带着一些目的性，不管说是好像说是要去蹭流量或者类似于这种说法，然后去靠近你，就是我很害怕别人会多想。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像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就是线下有很多博主，然后我当时孤身前往，我站在那里，我真的变 I 了，我站在那里，我看着那些博主，说哇塞，然后我有认出一些很大的博主，不敢上前搭话，就是那我们就抛开自媒体博主这个身份嘛，那我觉得大家都上过大学，在大学里面会进行一些社交，比如说你和室友，然后会和你们同班的同学，或者是社团的朋友，或者是你们刚刚说的排戏的一起的同学们，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社交活动。那你们在这些社交场合会有遇到过一些焦虑的事情，或者是比较有压力的事情吗？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先说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本身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是看不出来，就是我真的8棍子都打不出一句话来，就是我的话特别少。然后我然后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室友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相处，因为我从来没有住过校，从来没有集体生活过，所以我当时压力特别大，我就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跟他们生活。那个时候我都甚至不好意思，就是跟室友讨论谁规定打扫卫生，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把全宿舍打扫干净，默默打扫。对，我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避免社交是吗？对，我都是属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就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我就是那种，就宿舍一定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问题。对，就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比较爱干净整洁，有的人可能就比较随性，然后我就会选择，那我就一起都打扫了吧。我也是这样的类型的人。我觉得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你跟这个人社交，他给你的一些反馈和反应会让我产生内耗。就这个就是我在人与人之间社交中最大的一个焦虑。我其实，在大学里还好哎，在大学里我会直接讲，就是不是好直接啊，主要是因为我的那个大学室友，他们跟我不是一个系的，其实除了在宿舍里，然后如果要去上课，我几乎跟他们都是不在一块儿的。然后如果在宿舍里的话，其实感觉我很幸运，因为跟他们都很合得来，他们没有说就是需要我特别费尽心思去跟他们进行社交的地方。而且我们整个宿舍的氛围也很轻松，就是有什么大家就直接讲，就是都可以理解的这样子。而且我们会彻夜长谈，而且有些时候我会借着这种彻夜长谈，然后讲出一些自己平时的一些小九九。那还蛮不错的。对，大学的这个社交体验还是很棒。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啊，我们当代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社交就是和同龄人一起，或者是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一起交朋友，这个是我们相处比较愉快的。但有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们就是要和一些长辈或者是一些领导
去有一些应酬啊也好，或者是一些家庭的聚餐也好，这个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的社交压力是比较大的。像我们这种 I 人，而且是南方人，可能在这种场合更上含蓄场面话不会说，然后对也不会去那个寒暄之类的，所以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真的。说到这儿，我真的有个故事要分享。那你快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你别看我是个艺人，因为我说了我是散养式长大嘛，我其实对于这种，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固定什么酒桌文化这种的，所以我对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有观念。然后当时是刚艺考完，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几个学生，然后跟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吃饭，然后就是我是一个很那种的人，就是吃饭啊就吃饭嘛，就这样吃饭啊。你直接结果做主位是吗？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吃饭吃着吃着，突然因为就是当时有一个专业老师，他算是我的伯乐，是因为他，然后我才走上了艺考这条道路嘛。就是我特别特别感激他，我对他在我的心里，我对他有说不完的感激的话，但是我就是不敢表达。然后就是当时大家吃饭吃着吃着，突然有一个专业的同学站起来了，然后就开始对着每个专业老师，然后就开始就是敬饮料啊、敬酒什么的嘛，然后就开始说，然后说啊，老师能，我说哎，有这一趴吗？我说有这一趴吗？咱也不知道啊。然后他说完之后，另外一个同学也站起来开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心思在吃饭了，我就坐在那里，因为当时旁边坐的是我的那个表演老师，然后我跟他关系比较密切嘛，然后他看出我的状态不对，他说你咋了？我说我没事儿。我当时也是属于因为很犟，我真的很犟，我就不说。然后我就坐在那块儿，我给自己急哭了。哇塞！但是我又不想就是影响大家吃饭的这个氛围，我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但是我当时情绪真的是一个很纠结，我不知道当时出于什么样的压力或者说是心理情绪，我当时我很想迈出那一步，很想去敬那个老师一杯酒，因为我真的很感谢他，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迈出那一步，我就是没有那个勇气端起那杯饮料，真的。然后我当时我掐我的手心，然后当时流眼泪了，然后假装转身找东西，然后转过来，然后但是那顿饭吃完了，我也没有跟老师敬杯，其实很遗憾，特别遗憾。但是我觉得，老师特别懂我。然后后面我们吃完饭要出门走的时候，他特意等我，然后走的时候从我背后这样拍了我一下。我觉得他肯定是感受到我的情绪了，但是我很遗憾，我觉得如果再有一个机会，我狠狠的敬。我现在应该我现在连干3杯，也不是，我现在可能比以前会稍微的更大方一点了。那个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遗憾。灰灰和妮妮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有没有有吧？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我感觉我们俩好像，因为我们俩是学表演的，每年过年回家总有亲戚会 cue 你俩表演一个才艺呀，真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你俩跳一段，包括那种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家里亲戚结婚啊，他就会说，哎，你俩上台表演一个，跳一段舞，唱一个歌。干过，真干过，直接给他念一段台词，真干过。没有，我俩真干过，硬着头皮上去跳舞唱歌，真有。但没办法，没招，就只能，因为都是长辈，而且长辈。大家也是说想作为小辈给大家怎么说呢，表演一下吧，你就没法拒绝。我印象感慨比较深的是过年就是家里来亲戚了，我其实和很多亲戚都不是特别熟悉，然后我每次他家里来亲戚之后，我的父母就会让我去招呼他们，就是打招呼，这个是谁，对，让我喊人，但是我就是喊不出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天生有点害羞的感觉，对于长辈我也是，我对于这个。我现在好多了。我以前对于老师特别特别尊敬，因为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在学艺术的时候，可能跟老师更多的是朋友的那种感觉，因为这样子感觉会学起来会更快一点，就类似于这样子。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特别特别尊敬，而且我特别怕老师。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超级怕，就老师可能一个眼神我就自己吓哭了，就那种，真的是自己无形当中给自己很多压力。我还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导师就是我的师兄毕业的时候，我们要是答谢宴，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师兄他们肯定是要去敬酒的嘛，敬酒来了。对，这个时候
我分享给你一个小妙招，嗯我就是跟着那群能说会道啊的人的来来后面来来来，去，一起一起，然后他们去端起酒杯去找老师的，我就跟在他们后面，然后他们我就递个杯子，然后顺势分对一下对对对对，这样子学到了。这是学个好方法。到嘞小 tips，过来人的过来人的一些小方法。突然以后都不怕了。对，哦，我突然想起来，今年就是我不是暑假回家了一趟嘛，然后跟我表弟一起回去的，因为我跟我表弟现在就是都毕业了，算是在正式工作了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突发奇想说回去，我们两个现在也是算自己有工作有收入，然后说回去请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亲戚说一起，我们两个就是带他们去吃个饭，大家一起聚一聚，因为很多年大家没有在一起聚过了。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回去，那天刚好赶上我妈妈过生日，然后说就一起吧。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大家吃饭吃着吃着，我本来是自己有计划的，我是打算就是把我妈的蛋糕拿上来了之后，然后我再说那些如果大家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我舅舅开始说，哎，你们两个小的不说两句吗？不说两句吗？就一直 Q 一直 Q。哎呀，我当时就很焦灼，我说要说吗？要说吗？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我弟，我说你说吗？我弟说不敢说，结果转头他就背刺我，就直接转头就拿起一个就开始说，然后就说了一堆。然后他说完坐下了，然后我又出现了之前那种情况，我又是坐在那里如坐针毡，但是就是不愿意拿起手中的酒杯，就是包括旁边我的大姨夫什么，他们都开始说，哎你也说呀，你也说呀，就不，当时就一个很犟。但是后来我自己又给自己想开了，我说本来这顿饭就是我跟我弟的意愿说要请家人们吃的，那个我去拿了蛋糕过来之后，我直接就是把想说的一啪啦全说了，我把我弟的话都抢了，就是全部说完，给说的热泪盈眶的。但说完之后突然就爽了，感觉自己好像有成长。明白。我刚刚忘记问了啊，妮妮，你的 MBTI 是什么？你刚刚有说吗？我是 INFJ。哦，所以你们两个都是 I 人。嗯，那你们你两个们三个都是 I 人。是的，是的，你们会在表达方面是比较擅长还是不非常太不擅长。不太擅长。那打字呢？就是线上也我觉得线上能聊吗？我是打字，我是会比较小女孩一点，很多语气词那种。她很高冷的，她打字。大女主。她是比较高冷我感觉我是真的，我可能会用行动。我是哦行动大于语言的那种人。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问到一个东西，然后会是什么啊，然后一个问号，然后那个妮妮就是一个问号啊，我直接一个问号，是这样，是这样。对，我是比较直接。那要不了解你的人可能会觉得你太冷漠了。不会，不会那不会。不了解你的人，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会觉得也不他会聊天儿。可能也分人，不了解的人你就稍微语气可能对，柔和一些。对对，是的，是的。我是属于那种线上特别能聊的人，我跟网友聊天的话，我就会特别能聊，然后一见面我就挨了，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对，我有时候为了逼迫自己，我都会准备一些话题，比如说聊星座、聊 MBTI，还给自己规定好吗？对，这是我在那个社交场合万能学到的开场语，就是你不知道干嘛就聊聊星座，聊聊 MBTI，是学到了吧？学到了。对。我如果是在文字聊天，我是属于我不带表情包我会死。哦，我也是，很少给我发表情包啊。我发的还好吧，就是我在聊天的当中，我为了不让别人曲解我的意思，我会自己再添一个表情包，然后不让别人觉得我是其他的意思，这样子。会，这个我也会。没有表情包我真的很多抽象的表情包，真的。对。我喜欢发那个玫瑰。啊，开心每一天。长辈不是那个，就纯玫瑰emoji 里面那个玫瑰。对，了解。那你们迄今为止有没有为了融入某一个社交圈啊，做出一些什么妥协？比如说，我为了融入音乐圈，我苦学几首歌之类的。没有哈，那说明大家还生活蛮幸福的。确实是想不到，确实我做不到。对，就是觉得不适合我的圈层，我就不融入了，不必硬融。是的，是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是稍微舒适一点的状态。还是喜欢和自己同频的人交朋友。不然的话，哇，感觉会很煎熬啊。对，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社交压力。你们平时发朋友圈会有点赞的焦虑吗？就是比如说我这条朋友圈好像没什么朋友点赞，我会说怎么回事儿？我这么在朋友当中这么不受待见吗？不受欢迎吗？或者说我这个
比如说自拍的话，这个自拍不好看吗之类的，会有这样子的焦虑吗？我之前会，我现在就是我只想发我想发的。哦，我不之会有这种前可能会人气焦虑哈。不会，完全不会，而且我是朋友圈页面是关闭的，就是我发完，我这是就是你知道那个小程序它不是有个页面嘛，有一嗯，栏是朋友圈，我那一栏是关闭的，但是我我会发知道你把朋朋友圈，友圈关就你不了。看朋友圈儿，对，我不看，我他不看。不刷，就除非我重要的人、我在意的人，或者我正在聊天的人，我会点进去看，但平时我不刷。但是嗯，这个的话，其实我根本就收不到实时信息，谁给你评论，谁给你点赞，除非我自己点进主页看。所以说我是完全不太在意谁给我点赞了这样子。我朋嗯，友跟你一样，他也是把朋友圈关了，所以我每次嗯，发了，我说我发朋友圈了，他说哪儿啊？我说你没看到吗？他说我关了，我说快去点赞，我就会这样子。那你呢？我其实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焦虑吧，就是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我之前在学校里可能参加活动比较多，所以加的人很多，然后嗯，导致我发朋友圈之前的时候会有很多点赞，可能甚至会上百，就这样子，就是会点赞很多。然后每次我就会开始期待发朋友圈，我说发朋友圈会不会有很多人给我点赞？但是后来因为忙着就是毕业呀，然后忙着工作什么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朋友圈，然后导致前段时间我发朋友圈可能没有以前点赞多。我当时会疑惑，我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点赞？但也无所谓了，我也不是很在意了，我只是嗯，在分享我的生活。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发朋友圈我是发给未来的自己看的，嗯，哦，我是会这样的一个对想法，我不是哎，所以是发我会把它私密掉。 OK，我是发给在意的人看的，就是如果那我会仅他可见。就是我会在意我在意的那几个人有没有给我点赞评论，我不在乎总体嗯赞的多少，我会在意那几个人的这是点赞或者评论。嗯，那你们最近哦，怪不得，那你不在意。我上次给你评论都是我我都不私信回啊，你，你都我都才你才完全不我，回啊，很过分，倔对强。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迄今为止点赞最高的一条朋友圈？它的内容是什么？生日，哦，生日，对，过哦生日是对对，过点赞生日生日大家都会确实点大家都赞会点。好像评论也多给你点了个赞，就是在祝你生日快乐，嗯就这种感觉。我是对当时升学的时候，就是啊读书的时候，哦，考入嗯南大，我好像也是，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拍了个照发朋友圈。对，因为很多这个受众比较广嘛，对对是对对，就是代表一个祝福的感觉。嗯，我好像是当时回老家穿了一套藏服，发了个朋友圈，然后那个点赞很多，可能大家觉得新奇、新颖。确实。OK，那我们就是已经聊完了一些关于我们社交方面的一些焦虑和压力，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容貌上的。作为一个博主，真的是这个东西容貌焦虑每天都在。其实我们是在化妆的间已经微微的哦聊过了呀一些，真的是。是的，首先，我觉得，作为自媒体博主，我们有需要形象展示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就是会被大家评判的，这是我们造成我们压力和容貌焦虑的来源。你们有什么故事要讲一下吗？容貌焦虑，就我刚刚说的，就别人说我圆，我就会不敢自拍，然后也不社交这一种，我会有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容貌焦虑。就首先你对自己的样貌或者是形体体态你不够自信，你就很容易通过别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怀疑。我觉得有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人不喜欢我这个风格，他就会来贬低你这个风格的人。但是我就会把他的这种贬低当做是我的一个标签，就是你不好看，你这个风格是哦不被喜欢的这样子。我有很多这种学表演，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高要求吧，就会焦虑更多一些。是的。那我打断一下啊，嗯我先问一个问题，那你们觉得你对你目前的容貌最焦虑或者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此时此刻嘛，因为我在我的眼里面看，你们就是美若天仙的那种状态。谢谢。我不知道你们容貌焦在哪里，哪里有不满？现在不会，我其实觉得容貌焦虑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态。就你哪怕长得再漂亮，再从头到脚的无可挑剔，都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或者是去评头论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容貌焦虑是你从自己的根本，你的心态上。你像我之前也会非常非常的容貌焦虑，就觉得啊脸圆啊，或者是大家觉得怎么说呢？反正我那时候容貌焦虑最严重的就是我的脸圆，就大家会觉得你脸很肉，就很圆，上镜就不好看。但我现在就是根本不 care，就你只要从内心里觉得我非常美，我很自信，就我觉得就够了。我感觉我其实是有被当下的这个
大环境的审美所影响。你觉得嗯，你焦虑的我点在哪里？可能我之前会焦虑自己的肤色，但哦是后来，算是基本上和解了吧，因为我发现这算是我的一个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是的，但是，还被影响的就是我可能觉得自己牙齿真的是不是要整齐才是好看的呢？以前我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你要不把它箍整齐，你要不把另外一个也箍歪。我说啊，这样吗？他说比较对称个性。对，还有的话就是，我还会身材焦虑。天呐，你都这么瘦了，还要身材焦虑？我是梨形身材，哦，所以我会很你说是焦虑。就是很多时候我穿一些衣服，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可能几乎不太愿意去穿一个短裙或者短裤。我对自己的腿是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我可能大夏天的我会选择穿一条长裤，就是我宁愿自己热，我也不愿意把它露出来这样子。所以我有看到倪妮的账号上有发，就是健身自律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向你学习一下，也可以想跟你探讨一下，因为我这个人吧，执行力真的很差，有点懒。对，一直说，因为我太屁了，就是我一直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执行力真的很差。之前一直说我要健身，我要瘦，我要瘦，我要塑形，我要塑形，但是一直都是没有付诸行动。明白。确实，好像运动是大家都，尤其是你工作比较忙或者学业比较忙的时候，而且就是很多人第一面见到我之后就会问我，你平时运动吗？我说不运动，开场白。对，然后就是感觉可能从我的整个外观上可能会觉得我会感觉看起来会是很自律、很爱运动，甚至还健身那种，但其实并不是的。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对，就看上去就像是那种非常运动，然后健身，感觉身材很好那种感觉，无痛达到他们的效果。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好像都是觉得以瘦为美，就感觉瘦好看，瘦就是好看，所以导致现在我也就是天天想着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就是这种身材焦虑。但其实我们现在都处于偏瘦的状态，就正对比 MBTI 来，我偷看了一下自己的小肚子BMI 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数估计都是偏瘦低的。对，哎，刚刚灰灰是不是没说那个对具体某个部位或者哪个点比较焦虑啊？以前啊，最在意的就别人说我身材，就是因为脸圆和脸型的不同，就是我可能要比别人偏瘦的身材再偏瘦一点，看上去才是一个很完整的瘦。因为我们是一胖就胖脸，然后一瘦也瘦脸，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可能95斤是一个瘦的效果，我可能就希望自己再瘦到90斤这样子才刚刚好吧。但是现在其实不太会因为别人说你的脸圆去那个否定自己了，因为现在你对自己有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认知了，你知道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你只需要去内核稳定一点，其实就不太会听这些评价了。哦，我和你们都不一样哎，我的容貌焦虑来源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完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突然感觉上升了一个高度，不知道为什么。对，不是上升了高度，是因为这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我就是忍不住就觉得我自己的这些地方不完美，我觉得自己的发际线高啊，头很大，脸很大，然后我也会眼睛很小，这种嘴这样唇很薄，我都说不完。我感觉我们这种播出去很容易被骂，人家说你们都长这样了，你还在脸这么小，你还在不，就是有时候就是别人看来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自己就是会对自己非常严格，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感觉你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很标准化的一张脸，然后你对想自己我就的希望长相去自己变靠近成那样它，对，但是事实它就不是那样，对，所以你这让会给自己挑刺儿。和解，很和解吧，快和解尝吧。试吧，只能试对图，反正大家都是这样了。你如果真的长成你心里所想的，可能没有现在有辨识度。So what？你看吧，焦虑，你活该焦虑。但有可能你真的是那个样子之后，你会有别的焦虑，对，你会想我觉得怎么不能更肯定是这样完美一点？人都是在是的不断的追求完美。就即使我长成就是张凌赫，对那么完美的一张脸，最标准的一张脸，可能嗯还是会对自己挑剔有所不满。确实，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焦虑的事情，大家有没有缓解自己各方面焦虑的一些好物？比如说缓解自己容貌焦虑啊、健康焦虑啊、一些学业焦虑啊，有没有带来一些好物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容貌焦虑就是我觉得眼神比较重要嘛，然后包括上镜啊需求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眼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带来这个好物分享就是美瞳。我带的也是美瞳，但我待会儿再说。美瞳，因为我觉得美瞳是你不管带不带妆，你戴上它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显得有神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跟一个人对视，你的眼睛有神的话，就仿佛他在说话。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没有戴过美瞳的人可以尝试一下，还是有挺大区别的。你是什么好物？我觉得我解决焦虑很想说的就是推荐大家去运动。虽然这件事情可能确实对于大部分来说有点难执行，但是我觉得运动真的是一个回报率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事情。就不管是你整个人的身材啊，包括你的脸啊，包括你的状态、你的健康等等，都是有利无弊的一个东西。而且运动过后那种大汗淋漓，分泌内啡肽那感觉非常爽。所以我觉得如果就非常不爱运动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尝试找一个你很喜欢的项目，比如说打网球、打羽毛球，就双人互动，或者说你跑步，或者说你去练一些器械。我觉得找到一个你喜欢、愿意尝试的方法，然后去训练或者说去运动，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意想不到的惊喜。反正我是通过运动之后，我感觉我的脸瘦了1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回报率最大的一个事情，非常非常非常推荐。那我也去运动，感觉最近有点发腮了，真的年龄上来了，可以去练练背，脸有点发腮。我将练背，练背真的有用，真的现在就在练，真的有用，真的有用。夏天穿个小裙子、小吊带啥的，这个背对，而且练完背脸会紧，据说是，对，真的体态也会变好。本人就是那个坐直，就是那个叫什么受益者，对，我就是本人就是那个受益者，对，瘦了非常多。你有没有带来什么环节？我有，哎，快来说一下。就是我带的是那个缓解容貌焦虑吧，算是，因为我觉得你平时不管是化完一整个妆之后，你如果不管化没化妆，我觉得气色很重要。那气色就在于嘴巴。那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这个凡士林的这个唇膏，润唇膏。然后呢，它是可以保湿的。然后我每次就是化妆之前，我就会狠狠的厚敷一圈在嘴巴上，然后等我把就是所有的妆化完之后，我会把它轻轻的抿掉，然后再上口红，它会特别服帖，而且就是嘴巴也会看起来比较的润润的，然后也很有气色，就不会很干，看起来感觉整个人好像嘴没擦干净似的那种。对，这个推荐大家用，而且你平时冬天哪里就是皮肤干了、裂了、皲裂了，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敷一下，第2天它就会好，很棒。大文豪还用皲裂这个词，晒出你的美瞳。OK， 我其实带的也是一个美瞳，然后和刚刚灰聊的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黑色的美瞳。我觉得它对于喜欢自然的，或者是一些男生想自然扩大自己瞳孔的，让自己眼睛变得更有神的，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它的型号是曼彻斯特叶。怎么还带货？真的很自然，就是我每次戴上它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眼睛变得瞳孔炯炯有神，会说话了，泪眼婆娑。你今天戴的是这个吗？对啊，对，眼泪汪汪的感觉，确实，对，非常好。那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就到这里。最后，其实我们00后从校园到社会，我们的压力一直都是持续存在的，但是我们的韧性也同样的很真实。然后希望我们在之后的闯关游戏当中找到自己最真实的节奏。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优酷、小红书、抖音、B 站账号酷酷聊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们会与你们及时的互动。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播客，我们在每周5晚上也会给大家积极的互动。然后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拜拜，拜拜。